大家好，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呢，我更换了一个32寸 4K 的大尺寸萤幕，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那今天呢，就来介绍一下，在我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使用了哪一些额外的应用程式，来让我的在大尺寸萤幕下面的工作效率呢，能够有提升。那透过这一些应用程式呢，应该对大家在使用多视窗、多萤幕的环境里面呢，能够达到一些帮助。那以下我就分别来介绍这下面的这几个工具。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工具呢，叫做 The Dimmer， 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做视窗聚焦。那这样子的效果，我们在网页里面比较常看到，也就是我开了一个视窗以后呢，它的视窗以外的其他区域呢，都会整个变暗。那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把焦点呢，直接放在这一个视窗上面。The Dimmer 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执行档哦。那我们只要执行 The Dimmer 这个执行档，后面加上减号 H 呢，它就会显示出它可以使用的选项。那第一个减号 Alpha 呢，就是设定它的透明度。那它预设目前是150，如果你要改成全黑的话你就是用Dash Alpha 255。那这样子，当你这个视窗开启起来的时候呢，背景其他的区域呢，全部都会变暗掉然后还有呢，你在你的桌面上面是不是要把这个 The Dimmer 变暗的这个功能给关闭？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再加上这个减号 Hide on Desktop 这个选项。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我现在已经执行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开启的一个档案总管，你可以发现它后面的这个区域整个都变暗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是浏览器，我再把这个档案总管开启起来，你会发现后面的整个区域整个都变暗了那这样子，当我们如果开启了很多个视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聚焦在你目前要工作的这个视窗上面。那这个呢，就是 The Dimmer 提供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是，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OS 的话macOS 呢上面有一个工具叫做 HazeOver， 它也提供了类似这样子的功能。那但是呢 HazeOver 提供了更多的选项，那它的功能当然是比这个 The Dimmer 还来得强大很多。那可惜的是 The Dimmer 呢似乎已经没有在开发了，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整体操作那这个对视窗聚焦有非常好的效果。那在大尺寸的执行环境里面呢，非常建议各位来使用。在大尺寸萤幕的使用情形下面呢，我们非常少需要把视窗开启到最大，因此能够自动调整视窗大小以及我们希望它出现的位置，这样子的调整工具呢，就非常的需要。那我们可以使用 Window Manager 或者是我自己写的这个 WinMove AHK 这样子的工具，让视窗呢能够开启在我们预先设定好的位置上面。那这样子呢，可以节省我们非常多去拖拉视窗的需要。那这个 Window Manager 或者是 WinMove AHK 呢，我在说明栏里面呢会放上连结。那希望有需要的朋友能够自行去下载。我们要使用的第3个工具呢，就是应用程式的 Dock， 也就是称作工具栏它就类似在 macOS 最底下的这个应用程式图示显示的这个停住的区域。以下我们来看一下展示。当我们启动了 Nexus 以后，它就会在我们萤幕的指定位置呢显示出所有可以执行的这些应用程式它的图示。那当我们的游标划过的时候呢，它会自动放大。那需要执行某个功能的时候呢，只要点击它就会显示出来。那基本上呢，跟工具列的功用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大尺寸的萤幕下面它的天跟地通常就是对视觉上来讲可能会太高或太低，因此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Dock 呢，把这个点击的区域能够往上延伸一些。那这样子让我们更方便的能够来执行我们需要执行的应用程式。那这个在大尺寸的操作上面呢，可以增加一些点击的便利性。最后要介绍的呢是变更系统字型大小的工具。那我介绍了2个工具那通常因为在大尺寸的萤幕下面系统字型可能会变得非常小。那我们透过了类似 Font Sizer 这样子的工具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去控制很多不同区域它的系统字型的这个大小，我们都可以自由的来做设定。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变更大小的工具执行的样子。首先是这个 Font Sizer 这个工具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
只要把我们需要变更大小的位置它的大小呢自己来切换成你需要的这个大小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把它全部换成是11或12这样的字形大小。那这样设定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按下 Apply 以后呢，它就会帮我们储存到我们的系统的登录里面。那这个时候它会问你是不是要把它储存起来，我们点击是的话，它就会把这个设定的内容呢写到我们的系统的登录里面了那要注意的是这个登录我们在做这些变动之前记得最好把目前已经有的设定呢，记得把它汇出。那如果你不晓得从哪边汇出的话你就是从那个登录的编辑工具里面找到这一个 Windows Matrix 这个项目把这个里面的登录的内容呢整个都汇出来存起来，以便到时候如果你觉得设定后的这个样子不是自己喜欢的你可以再把它汇入还原回来那这个记得要做然后另外一个工具呢，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 Font Sizer 以外呢，另外的这一个Advanced System Font Changer那它基本上的逻辑也是类似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呢来更换上面的这6个项目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储存成不同的设定档它有4组设定档可以使用。因此如果你有外接萤幕的话，那你可以把它设到设定档2，或者是要做实验性质的，你可以把它储存到设定档的3或4等等然后呢在这边呢它有另外更多可以设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标题列最小的高度是要多少，然后还有我的卷轴的大小是要多少，那这些都可以做好设定。那它呢基本上呢设定好以后它可以马上就变更设定的状态还有它有提供了中文的显示功能我们只要切换一下它就会变成是中文的显示的功能但是就是我先前讲的记得要把它的所有的设定呢在变更之前呢记得都先储存好起来。好，那今天就是介绍了这4种我们在使用大尺寸的时候呢可以准备好的一些应用的程式。那透过这些应用程式呢，我们在大尺寸萤幕下面的操作呢应该会觉得更得心顺手。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这4个简单的工具到这边，那希望对大家平常的操作呢真的是能够有所帮助。谢谢各位。以上就是我介绍的7个提升生产力的工具。那希望呢在新的这一年里面呢，大家透过这些工具呢能够很有效的来提升自己的在数位方面的生产力。那如果你觉得本频道的介绍呢符合你的需求，也请多多订阅本频道。你的订阅呢就是对作者的一个鼓励。谢谢大家。